什么是天堂？是坐拥300万块乐高零件的砖块屋，以及这面毫无人性的人仔展示墙。我在里面呢。随着大门打开，澳版乐高大师第2季的比拼即将开始。一样的8支队伍，一样的牛逼导师，一样的10万澳元奖金，一样可以避免淘汰的小金砖特权。等等，这次的开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捧着小金砖出现的是上一季季军得主小胖哥。这个闪电砖的作用就是让小胖帮忙跑腿，节约选手搭建过程中往返砖块屋的时间。嗨，这一看就是个老工具人了。第2季第一个主题任务是火山岛周边的地皮开发项目。经历喷发后的火山周围是一片亟待重建的新世界，选手们要在底板上构建出自己心目中的场景。作为一个群像作品，选手们在面临这一开放主题时需要思考的可不少，例如岛屿上住着的是什么物种，建筑都应该是什么样子，该呈现出怎样的文明状态。首先出场的是发小组，算是从开裆裤时期就玩到一块的2人，可以说是乐高的中毒患者了。这满屋子的收藏，范可真的是木了。他们此次的创意是太空旅游景点之火山游乐园，对标的后现代建筑风格浮夸且庞大。像这座白色巨塔的顶部，他们还选择放置一座颇有重量的旋转酒店。让我们看看最终效果吧。巨塔顶部的酒店高耸入云，设计感十足，下方的停机坪、过山车和有趣的火山观景台都完全切合游乐园世界观的主题。唯一遗憾的是，旋转酒店在测试时转了一会儿就歪掉了，导致在展示阶段趴卧不动。下一期看场上唯一中国风乐高建筑。最后回答一个上期决赛中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多出来的女评委到底是谁？她是乐高好朋友系列产品的官方设计师 Fenella。北澳2版乐高大师这么多期中第一次出现的中国风建筑，让范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一期的创作背景是围绕一座大火山构建心目中的岛屿场景，基友组想在岛上建立一座高塔，塔下的洞穴住着受到村民崇拜的神兽巨眼。虽然他这个故事多少有点混搭风，毕竟没听过中国有什么巨眼崇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车库里车灯忘关了呢。不过基友组在第1集就秀了一把中国古代殿堂楼阁式的建筑，对于他们来说竟然也是手到擒来。因为评委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所以也给他们抬了一手。 Can you make the eyes move and look spooky? You want to keep getting those bricks down. 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人们崇敬着山洞中的神灵巨眼。虽然没有人见过巨眼的真容，但村民们能感受到它的神力。于是在山洞上修建了巨眼之塔，供奉神灵。这个在神灵头上修庙，不说我还以为是搁这儿镇压神兽呢，真有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那味儿了。生荷花死。抛开老外对东方文化的一点小误解，这个作品真的是美绝了。朱红与黄白的搭配，色彩格调上颇有些气象庄严、堂皇富丽的感觉。这个作品有点像乐高的空树神庙呀。班帆2020年的愿望就是拥有这个套装。作品细节上也是不遑多让，来神庙供奉烧鸡的人仔戴着用圆形碟零件做成的中国古典服饰里的礼帽。说到礼帽，前阵子还在推特上又被宇宙起源韩国人强行耍无赖，说是韩国服饰。别不要脸了！对于韩国友人的匮乏的历史常识，我只想说好自为之，好好反思。谢谢朋友们。乐高大师第2季继续进行着火山岛屿改造计划，妹子们看到岛的形状时立马就有了灵感，他们准备将岛变成一只大王八，一只大乌龟。说到大乌龟，还是得恭喜他们拿了冠军，不过没事儿， LPL 咱们明年再来。脑洞大开的这一组，其中一位是科学家妹子，本来以为科学家搭乐高已经很牛逼了，结果另外一位的工作竟然是秉承着严谨的态度，拌饭去查了一下，结果还真有这么个职业。而且这个听起来有点扯淡的职业还是起源于中国啊！这一组可以说是玄学与科学的结合，不过形态的处理一直是搭建的重点。他们的故事还不错，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把这只海龟做得像。玄学组的作品叫《圣龟岛》，故事讲述的是人们都生活在这个大乌龟身上，他们用透明砖块做成了水柱，能和圣龟交流的使者站在水柱上非常动感。龟背上使用了很多树叶零件，打造出茂盛的丛林。就是这个圣龟的头部咋看咋不像。接下来的是从小就是闺蜜的闺蜜组了，他们从最开始接到改造任务后就互相发懵了好几个小时，直到评委过来点播才有了设计的方向，最后决定做一个奇幻世界的梦幻小屋。有多魔幻呢？
他们说了，是我们永远也买不起的那种。赶进度的他们在小屋搭到顶层时，不幸来了，因为对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预估失误，在给墙面贴瓷砖的过程中，顶楼直接倒塌。毕竟现在距离结束只有15分钟的时间了。最终展示阶段，这个梦幻小屋正要被主人卖掉。虽然它很豪华，游泳池、停机坪、大客厅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但屋子的主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打包了行李，坐上了船。That structural integrity is a great reason to get out. 实话说，这个烂尾的作品除了运气背之外，也有搭建实力欠缺的因素。范范已经开始担心这对闺蜜之后的比赛情况了。乐高大师第2季继续进行着火山岛屿改造计划，他们是高中同学，但估计这张照片之后，他们的头发就再没剪过。这飘逸的长发和扑面而来的艺术家气息，范范恍惚间像是看到了在紫禁城下弹奏夜莺的雅尼。他们准备建一个蒸汽朋克的机械世界，但艺术和毁灭总是站在一起。朋克世界的居民还未意识到的是，所属地底的火山岩浆即将喷发。从空中俯瞰，这个世界已经建起了能发电的水车，一侧的供电站通过埋下的线路开始给建筑输电。科技水平比隔壁还在搞巨远崇拜的小人可是高出了一大截。可是大自然想要制裁你，还是分分钟的事。岩浆不受控制的喷涌而出，带着炙热尾焰的他们甚至已经撞向高塔。城里慌乱的人仔四处躲避，一副末日浩劫的场景，唯有背景里高大的火山静静的伫立。简单直接的末日主题，多彩岩浆和暗淡建筑的对比，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作品实在是太吸引人。 Back off, I'll fight you. Lovers quarrel. 乐高大师第2季的夫妻组合姗姗来迟，一上来就把新岛屿构思成魔法和异想的空间。为了博得评委的喜欢，他们准备炫技做一个8角形的魔法塔。夫妻组的作品叫《红巫师的命令》，这个极具复古的建筑，再加上周围诡异的植物造型，完美的模拟了中世纪魔法大陆的场景。可是红巫师在哪？ I think we need to spin this around entirely. 原来这个像甘道夫的红袍巫师藏在魔法塔的背面。果然，法师的输出环境得隐蔽。虽然有时候有备而来。乐高大师岛屿改造计划最终章，姐姐组的想法是搭建一个在海底的岛屿，将地球反转。这项目我投了。不过这搭的是啥海底世界啊？怎么还有个小人在冲浪？这不是海面上的活动吗？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re's nothing there. 姐姐组的作品一眼看去仿佛置身大风车栏目组，海底的珊瑚和各种藻类倒是足够丰富，与这个类似帕特农神庙的神之建筑浑然一体，但色彩完全超载了。而且这海底突然涌起的巨浪让人有点出戏，咋的？刚进行过核试验吗？金发组压轴亮相，看得出来他们是虞书欣的铁杆粉丝。Wow. Wow. Wow. 金发组的想法是搭一个绘土重生的新世界，这个蓝色的粘液人作为创世主，赋予了万物生命。火山岛屿改造计划最后一个作品行头帮，这个废墟之上的蓝色巨人叫 Steve， 不苟言笑的他在岛上栽种植物，浇水施肥，创造万物。 You nailed the whole new world. You're actually making a new world. 回忆一下前面几期，你觉得最屌的那个作品是什么？最终评委把小金砖和小胖砖都给到了搭建出东方风格浓郁的巨眼之塔的基友组。下一期炸就完事儿了。 What's one thing that's better than Lego? Blowing up Lego. 本期任务是要求大家创造震撼的爆炸瞬间，那光炸没啥意思，还不如小时候鞭炮炸粪坑快乐。本期还加入了4种爆炸时的特效：粉尘、闪粉、水和这个盐液。怎么听着和炸粪坑差不多啊？长发老哥抽到的是粉尘特效和双枪侠盗人仔。 Q 之点点 W 之点点的。这个人仔就是他们作品里的英雄，因为抽到的是粉尘特效，他们将作品设定在尘土飞扬的西部世界。剧情是侠盗抢了银行的钱，接近穷人，然后扭头竟然给银行炸了。这好吗？这不好。虽然这一集看的是爆炸瞬间，不能光爆炸这么简单，肯定要整点活出来。长发老哥在人仔头上拴了根绳，好让侠盗的帽子在爆炸的时候能飞出去，像这样。他们实验了很多次，就为了接下来的爆炸正片。 Everything's really resting on this hat. 4, 3, 2, 1. 爆炸的瞬间，侠盗的帽子飞了出去，出现了一个光头。看来绳子被证实是一个完全没必要的东西。慢放中，整个屋顶斜卷的零件飞过了他的身边，但没有打到主角，可谓装逼桥段中的经典画面。从爆炸的结果看得出，他们故意将银行拉得松散些，这样只有银行炸碎了，而旁边的房屋和峡谷完好无损。I think that is
masterful. 前几期我们看过了各种配合乐高爆炸的特效，除了这个粘液特效，这微妙的恶心感让我再次想起了小时候炸粪坑的感觉。金发组和夫妻组同时抽到了黏糊糊的特效，连英雄都是一样的太空人，这两组还都选择了搭太空触手怪，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诶，就没有什么区别吗？对不起，没有。其实区别还是有的。夫妻组的这个偏向现代银河系太空，非常科技感的太空火箭冲向了粉色的触手怪。金发组的则是复古太空系，他们为怪兽选择了绿色的皮肤，对比背景昏暗的配色，看上去更奇异，更有星际感。 All right, 3, 2, 1. 粉色的触手怪在爆炸瞬间露出了绿色的内脏，粘液飞溅宣告了怪兽的终结。 I can't wait to see it. 接着又引爆了原谅兽。哇，右边的粘液就像一张毯子，这画面令人有种诡异的舒适感。乐高大师爆炸片的最后，闺蜜组凭借着100万分之一的概率打出了天降鲨鱼的剧情，拿到了冠军和下一期淘汰赛的保送权。下一期用乐高还原童话故事，灰姑娘、杰克与魔豆、丑小鸭，知道吗？这是小美人鱼。我刀呢？童话缔造了现实无法实现的幻想世界，听着是不是和万能的乐高有异曲同工之妙？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到了本期乐高大师的题目，就是用乐高搭出经典童话故事场景。金发组一上来就挑战了格林童话中最经典的灰姑娘。12点的钟声敲响，灰姑娘跑向南瓜马车时，不小心丢掉了水晶鞋。王子拉住他的手，哎，别走。用乐高搭这个场景咋搭？我不知道啊。他们决定先从王子的城堡开始做起，但评委认为这个故事的重头在于灰姑娘和水晶鞋，而不是城堡，让他们赶紧先把重点做出来。但两小哥觉得应该先搭出最难的城堡。看到固执己见的他们，评委在一旁露出了教导主任一般的眼神。顶着压力，金发组继续搭城堡，还加入了一个旋转的机械装置，让舞会中跳舞的贵族们旋转起来。但12个小时过得很快，到最后1个小时，他们只好用人仔顶替主角灰姑娘，2个透明砖块拼成一只水晶鞋。不过这鞋和人仔比例有点离谱，这是灰姑娘偷走了奥尼尔的鞋吧？不过他们最终的成品还是震撼到我了，城堡那叫一个高端大气，王子的舞会，宫殿前的庭院，这么漂亮的水晶灯和南瓜马车，竟然连个特写镜头都不给。但这个作品最后的成绩竟然是全场倒数第2。虽然说这个搭建重点确实偏移了不少吧，但也不至于倒数吧。可能正是因为他们选择的故事太经典了，人们对于自己太熟悉的作品总是不自觉地以审视的眼光来看待。 They're all different. Layers are missing. There's a huge gap down here where none of it's level. It's a bit half finished. 就像我们对《西游记》，今年下半年，不好意思放错了，我们对于《西游记》相关的作品宽容度也是很严格。下一期带来排名第1的冠军作品，估计都没人猜得到是什么童话。这个堪称童年阴影的童话故事，竟然是真实事件改编。乐高大师童话片的冠军作品就是一个细思极恐的童话故事。上一期的结尾中，有不少同学都猜到了，就是糖果屋，是格林童话里的，不是以前非主流那个啊。故事讲的是一对兄妹被吃不起饭的父母抛弃在森林里，饥饿的他们看到了一个用糖果做成的房子，于是兄妹俩忍不住啃起了房子。真香！哎呀，这惊动了房子的主人，吃人的巫婆。她用糖果将兄妹俩引诱并囚禁了起来，但结局却被妹妹推进壁炉，直接去世火化，一条龙带走。太残暴了！12小时的比赛时长，长发老哥选择做兄妹俩遇见糖果屋时的场景。黑暗的森林中，一个慈祥又有点诡异的老奶奶站在糖果屋门口，和外面的甜蜜截然相反。老奶奶的身后是一把刀，藏在屋内昏暗的阴影中。作为故事的反转点，壁炉搭得很巧妙，用扇叶和灯光创造出火光的感觉。为了做好糖果屋，长发老哥化身装修工人，从铺砖砌墙到美观装潢，但最难的还是要数糖果屋这个能开合的屋顶。上一季大胡子组的教堂也是同样的设计。为啥说这个故事是个黑童话呢？其实糖果屋的创作背景是1315年席卷欧洲的大饥荒，在当时易子而食并非危言耸听，吃人的巫婆并不是荒诞童话的反派，而是悲剧现实的主角。故事的开头，兄妹俩的父母因饥荒遗弃孩子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其实讲完整篇故事，也只有结尾兄妹生还算得上童话了。这真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吗？这也太三观不正了吧！乐高大师童话片，基友组和夫妻组都选择的是杰克与魔豆，
夫妻组搭的是故事前半部分，故事讲的是一个贫苦的孩子杰克，借助魔豆藤爬到了巨人的家，偷走了金币，还有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和会弹奏美妙音乐的竖琴。好家伙，真是啥也没给人留啊，太缺德了。基友组搭的是故事的后半段，杰克偷财宝被巨人发现，在巨人追赶他的时候，杰克挥刀砍断了魔豆藤，摔死了巨人。从此，杰克和母亲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臭不要脸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不就是切个网拉吗？这辈子不可能打工呢。基友组选择的这个巨人追逐杰克的画面，估计是全场难度最大的挑战。先别想造型好不好看了，光保证弯曲的豆藤坚固，硕大的巨人还要固定在魔藤上，都是超级难点。但从最后的成品来看，真是个小天才。夫妻组选择的是杰克去巨人家偷走财宝的场景，不过这人仔尺寸的小杰克，要是能给这大鹅和竖琴都偷走，也算是励志了。仔细想想，杰克与魔豆这则童话似乎是历史的写照。贫困的杰克所代表的是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欧洲殖民者对财富的极端渴望，使得他们实行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财富和文化的多重侵略。不仅像故事里的杰克贪得无厌地掠夺资源，最后还让巨人失去了家园与生命。这谁搭的烟囱这么长？等圣诞老人爬出来，清明节都过完了。其实这个长得像烟囱的建筑是乐高大师童话片里长发公主居住的高塔。要说整个作品的难点，就是黑公主弯曲的长发了。虽然发小组将头发弧度处理得很完美，但头发和人仔尺寸的公主相比，就有点扯淡了。实话说，发小组的长发公主搭建的还是太保守了，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不像下面两位妹子搭的小美人鱼。Rin is really good at sculpture. 你骗谁呢？美人鱼啊！虽然造型一言难尽，也少了故事本身悲情浪漫的质感，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作品的一点是，小美人鱼望向的塔楼顶部放满了她没有的人仔腿部，这设计真是吓人诛心啊！最讽刺的是，小美人鱼本身并不是人仔，再多的腿也永远无法属于她。其实要说擅长造型，下面的姐姐组可是真的擅长。姐姐们选择了丑小鸭这个经典到没人讲的故事，她们将一个场景分割成了两部分，一边是被排挤的丑小鸭，另一边是透明砖做成的已经蜕变的天鹅。她们将鱼带传动巧妙地做成了流水。妙啊！童话片淘汰赛的结果，玄学组的两个妹子在作品小美人鱼上发挥失常，离开了比赛。下一期没有凳子的情况下，怎么把乐高堆到天花板的高度？在没有凳子的情况下，狂堆乐高最高能达到几米？规则规定只能用2×4、6、8这3种基础砖搭建，2小时后塔最高的一组胜出。纯粹为了高度搭建，这不是有手就行？不说了，保姆来喂饭了。大郎，来。夫妻组先做出了大地基和宽底座，因为不允许用凳子，选手们都选择先搭出2座塔，一座粗一座细，然后将细的塔接上去。夫妻组这种错缝搭建的塔身虽然能让整体稳固，但是对于上面最细的塔就说不好了。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还好剩下的部分依旧很高，主持人拿来节目自制的4米长的尺子量了一下， 3.5 from where I can see, which is easily the tallest in the room. 但时间还没结束，其他组都在疯狂堆砖，高度越来越离谱。基友组选择把砖块竖着搭，有点像世界第一高建筑的迪拜塔，但他们的塔是全场最细的。以我多年观看乐高大师的经验，这肯定是固定不住的。Oh my god! You have beaten the stick! 基友组不仅打破了刚才夫妻组的记录，甚至直接超过了尺子。发小组这边用了4根柱子，一个横穿的方法，虽然开头出了一点意外。Oh, let me measure that smile. That is a 10cm smile that someone else is missing. 比赛进入了倒计时，周围不断有倒塌的声音。最后的几秒钟，发小组的塔也成功稳住，直冲天花板，但和基友组的塔不相上下，还是需要尺子来决定冠军是谁。You guys have also beaten the stick! 最后，发小组以将近5米的成绩拿到了冠军和下一场比赛的特权。下一期挑战地心引力，在一块悬空的砖块上搭建。How are we gonna do this? 这个像不像通宵过后的你？其实这是28小时不眠不休的总决赛现场，而这也是乐高大师的终极主题——自由发挥。既然不限主题，那我就直接搭个乐高大师奖杯出来，嗨，直接夺冠。你上医院看过没？这不，小哥组做了一个胡子老哥。小哥组真正的计划是做一个海神波塞冬的场景。在希腊神话中，波塞冬手持3叉戟，是海洋的守护者，威力仅次于宙斯。
这样有野心的构想，一看就是奔着冠军去的。风格互补的小哥组在总决赛上也和波塞冬一样，掀起了一场实力巨浪。白蓝渐变的砖块让奔涌如天幕一般的海浪活灵活现，极具动感。海神波塞冬威灵巨浪，身披金甲，甲胄上龙鳞皮鳞，在两侧光柱的照映下夺目绚烂，配合上独眼巨人赠送的黄金三叉戟，显得威能满溢，庄严肃穆。绿色恶龙在映衬下变得渺小示威，摇摇欲坠的老式桅杆帆船上的船员丝毫没有慌张，因为他们的海神此刻就在他们的后方。镜头仰拍，让我们用恶龙的视角看向海神，神的目光所至，仿佛天地都该臣服。不得不说，范范第一次看被震撼到了。光是设计搭建波塞冬，小哥就花费了23个小时。最巧妙的是，他用天使翅膀及贝壳零件拼出了海神的眉毛和胡子。除开面部之外，波塞冬的神态、肢体动作都抓得非常好。为了呈现这种灵动的场景，黑小哥利用了非常多的科技件。如果要说缺点，海面周边的剧情搭建设置的少了些，但也因此视觉感受非常集中，让人意犹未尽。这可是在没有电脑建模的情况下，光用脑子就设计出了这些细节，太强了。如果你以为上一期的波塞冬就是实力的天花板，那就错了。接下来这也许是我在乐高大师里看到最强的机械作品了。作为机械之神的胡子组，总决赛上也一定要动起来。和没有运动装置的其他两组相反，胡子组选择了搭建一个超级主题乐园，重点呈现运动元素，过山车、摩天轮、海盗船、卡丁车，我全都要。胡子老哥这次是真正的展现了一次野心，但搭到一半的时候，评委看到他们的摩天轮比例不对，和过山车比起来太大了，这个问题不就出现了吗？看过美版乐高大师的老观众一定记得白人小狗组的炫技摩天轮，想要控制好零件的公差是个大问题。既然摩天轮不好处理，他们就将过山车做大了2倍，但是难度和压力都变得更大了。要知道机械结构，尤其是过山车这种特别容易卡住，要是处理不好，冠军奖杯就像天上的流星，唰说没就没呀。于是和机械经过20几个小时的鏖战后，这个难度和复杂度几乎恐怖的游乐园诞生了。虽然对于一场比赛来说28小时长到肝疼，不过当我真的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是真的只用了28个小时就能做出来的吗？熙熙攘攘的人群，各种事无巨细的呈现，胡子老哥几乎把所有人仔表情都用了进去。繁而不乱的配色，灵活的动态效果，就像真正的游乐场一样，恍惚间几乎让我忘了这是用乐高做的。且不说规模程度在总决赛上首屈一指，整个乐园更是布满了细节，甚至连卡丁车道上的车轮痕迹都做了出来。而胡子组作品真正的强悍之处就在于，他们所有的机械结构都能完美的运行起来。真的有这么丝滑吗？这样强的作品对上小哥组的海神波塞冬，谁输谁赢呢？各种神仙队伍创造乐高作品真人秀综艺，乐高大师总决赛最终篇来了。乘风破浪，威灵四海，金甲耀日波塞冬，机械鬼才技惊四座，终结乐园造奇迹。接下来就是本季乐高大师最后一组选手的作品展示了，谁将成为真正的乐高大师？少年组在总决赛上稳健地选择了他们擅长的太空主题。试问谁小时候没有当过战斗机设计师呢？小哥俩计划做一个超大的母舰和许多小型战斗机。评委建议他们的母舰不要平着放，做出角度，视觉上会更震撼。你得支棱起来呀！但母舰体积实在太大，尝试了几次，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而太空设定上，这些战斗机都要做浮空效果，于是他们用了很多的透明支柱，摞这么高可别掉。不过问题不大，最后少年组还是拿出了震撼的太空大战。巨大的母舰附近飞行着许多反派的战斗机，战斗机上的人正从母舰上偷取货物，甚至发动攻击，引起了爆炸。评委指出，爆炸的位置不应用白色的砖块做，而且货物的设定有些无趣，可以设定成能量晶体一类的东西。但战斗机高低错落有致，如果能营造动态效果就更好了。总决赛的评分分为2部分，有250个大众评委，每人1票，这数一听就挺专业。往期的选手也来到了现场参与投票，还有2位评委手里各一块顶50票的小金砖。3组选手在历经本季长达132个小时的搭建后，终于爬上了总决赛的山巅。所有人的投票已经结束，揭晓结果的时候到了。第3名少年组，
The winner of LEGO Masters 2019 is Henry and Cade. 第一名小鸽子，胡子老哥也顺位拿到了亚军，但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有着不输冠军的实力。随着乐高大师澳洲版第一季的结束，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和大家说一声，敬请期待第二季澳洲版乐高大师的解说。如果你登上这样一列时间列车，从恐龙时代发车，途经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西部牛仔时代，最后到达科幻的未来，你想在哪个时代下车？这4块时代的底板就是乐高大师半决赛的试题，以抽签的方式决定选手们要创造哪个时代的场景。比赛时间长达16个小时，听好的，就是有点费肝。小鸽组抽到了可能是4个中最占优势的狂野西部主题，对于他们来说，西部牛仔就像我们的金庸、古龙笔下的侠客一样，所以小哥们一上来就爆发了很多灵感。他们想做牛仔们的枪战场景，以及美国18、19世纪的城镇、酒馆、峡谷上的悬崖。搭建这个大峡谷需要消耗大量的零件和时间，白人小哥在搭建的时候还伤到了手，但最后还是将西部世界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时光火车缓缓驶进了西部世界，路旁坐落的是19世纪的酒馆、银行，牛仔们骑着马正从陡峭的峡谷往下跑。时光火车的轨道旁被安放了炸药，有人准备在这里爆破火车。此时悬崖上有一位牛仔正准备拯救这个村庄，酒馆门前2位牛仔正在枪斗，而旁边楼上的人用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切。评委注意到 Saloon 的非常规拼搭方式，这种巧妙的拼搭让字的形态非常好看。铁路旁的炸药这一设计，利用题目本身进行了完美的互动，故事和场景也充分展现了2位小哥的搭建技巧。评委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The best Wild West build I've seen in a very long time. 史前侏罗纪，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西部牛仔，科幻未来。在这4块时代的底板上，选手们要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创造哪个时代的场景。胡子老哥希望能拿到中世纪和西部题材。 Congratulations, sir. You have selected the future. 但偏偏抽到了他最不喜欢的科幻未来题材的作品。太失败了。面对蓝色的底板，蓝头巾老哥大脑一片空白，在队友的灵感提供下，最后决定将蓝色背景设定成海洋，讲述未来海平面上升，人们不得不来到海上生存的故事。胡子老哥超级喜欢抽到西部题材的小鸽组做的水塔，时常投去羡慕的视线，但对于自己这边则是一脸嫌弃。但看到搭档在创作，逐渐也开始有了想法，帮忙加入了故事和细节。在未来，世界末日来临，海平面上升，人们被迫在海面上搭建基地生存，交通工具也变成了飞艇和船。海上漂浮的油桶暗示着人们并没有对世界末日产生任何反思。胡子老哥虽然浪费了开始的几个小时，但他们决定将蓝色的主题设置为海洋，给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胡子老哥果然从不让人失望。少年组抽到了中世纪场景，他们想将之前比赛做城堡和龙的经验沿用在这次半决赛里。他们吸取了之前时间管理的教训，先把关键部分龙做了出来，但城堡留白的面积太多了，16个小时看起来很长，但时间还是不够布置这些细节。于是他们用了很多人仔填补，但最后时间截止时还是发现了失误。 Really hope he doesn't notice. 这座城堡中住着国王和王后。一天，城门外出现一只巨龙，嘴里喷射着火焰。骑士在前线带领着士兵抵抗恶龙，但士兵们感觉很绝望，因为这根本不是他们能抵抗得了的。少年组在故事细节上处理得很好，前线军队配备了投石车和弩车，恶龙做的也很漂亮，但是城楼上人仔的笑脸不太应景，整体看下来还是有很多空洞的地方。 If you had to give them a letter grade out of like A to F for time management, what would you go for? Probably a D minus. 还没等少年组消化完刚刚的差评，评委犀利捕捉到了他们失误的地方。 I'm going to change the D minus in time management down to an E because I found loose bricks. 下一集自负小鸽组带来史前侏罗纪作品，3支决赛队伍公布。在这4块时代的底板上，选手们要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创造哪个时代的场景。自负小哥抽到了史前时代，他们想围绕一个巨大的霸王龙展开搭建，这些灵感都来源于电影《侏罗纪公园》。自负小哥喜欢搭视觉冲击力强的大型作品，
这一次正好圆梦赛场，尽管评委强调作品的比例要以人仔为参照物，但自负小哥的霸王龙还是做得大到没边儿了，光是头部就和半座山一样大。问题在他们想要将龙支撑起来的时候就暴露了，因为霸王龙太重，所以支撑不住，所以最后霸王龙只能趴在地上。时光火车开进了史前时期，许多小型恐龙和人仔们共同生存，人仔们在山下烤肉，甚至还在给恐龙喂奶，但实际上这种小恐龙才是正确的比例。也正是因为这些正常的小恐龙，让霸王龙看起来太荒谬了。评委直言他们没有过技术这一关，而且规则上每个区域只能做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而史前时代却出现了披萨、奶瓶、吉他，这些设计就弄巧成拙的成为了扣分项。半决赛的4组作品已经展示完，老规矩，由评委选出最好的一组。结果很明显，作品最好的是小哥组，第2名给了胡子组，剩下的2组则自动垫底。自负小哥组和少年组中将有1组止步决赛。首先，自负小哥组每次都想计划做得很大，这次的霸王龙更比例离谱。少年组在城堡和龙上花了很多时间，留白有些多，细节不够丰富，而且还被评委发现零件松动的失误。One team showed a clear story and excellent technical ability. So going through to the final, Jordan and Miller, congratulations. 最终，自负小哥组无缘决赛。Even from the first build, you were trying to like hit the roof with your builds. 下周最后的3支队伍将参加总决赛，角逐乐高大师。总决赛比赛时长长达28个小时，选手们将遭遇更艰难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整季最震撼的作品。The winner is